朋友们，对于很多人来讲呢，他们追求的是一些人生目标，这样的目标可以是钱财物质、功成名就，又或是实现某一种理想，受到他人和自我的肯定，再或者是做一个平平淡淡的人，做好自己该做的事，平安喜乐，健康无忧。但无论追求的是什么，一些外在目标的达成迟早是会变化、会损坏的，带给我们的满足也只是一时的，而我们的内在向往着祥和快乐，实际上却总是在苦与乐、得到与失去、满足与匮乏之间轮回。更何况人生还有生老病死，人心还有种种执念，更是一种时常浮现的苦。当我们洞察到了这一切，发现了外在的变化无常，发现了内在的不由自主，当我们对苦的理解与承受到了一个临界点，便会开始向往一种彻底的解脱与清醒，于是便有了所谓的修行。如果用最短的话来表达修行的要领，那便是离一切相。当我们时时刻刻做到离一切相，自然也就体悟到了一切相的产生根源并不在外，而是在自己的心。所以为什么说心外无物？如果从客观世界来讲，这当然是不可思议的。我们先从一句话讲起，阳明先生讲：汝未见此花时，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。汝来看此花时，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。这句话是洞明心外无物的关键，其中有一个关键字眼寂。寂不是不存在，而是不知道。这就好比一个古董在没有被发现之前，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，这就是寂，相互不知道，但不是不存在，直到它被发掘出来了，这时候颜色一时明白起来，它长什么样子，什么形状、颜色，都一一明白起来。普通人总是很容易攀缘的。唯识宗五变行中讲的作意何处，就是要么自己从众多过往的经验中妄想一个境界，要么就是从接触的外境中去妄想。但是无物就没有一个境界存在了，当然无念，不可能起念；无相也不可能着相，更不可能攀缘执着。那么这就是心外无物的境界了。不过在现实生活中，普通人很难拥有这样的境界，但还是有过这种体验的。这种体验就是做梦。当然，这个做梦绝不是指那些醒后还在痴心妄想的，而是醒来后知道是梦，但很快丢到九霄云外的。每个人都有过做梦的体验。你回想一下，你在经历那些梦境的时候，随着梦境里人事物的迁移，你不会执着某一人事物，而是很自然地顺着梦境向前。你会经历，比如一会儿还是学生模样在课堂念书，一瞬间又变成大人模样在工作岗位上拼搏。但梦境中的你不会去质疑这种违背现实逻辑的呈现，也不会去偏执某一个对己有利的梦境不愿出来，就只是去经历。尽管这些梦境变幻莫测，你却都能随遇而安，总是能安住其中。那么这种体验就是心外无物的境界。你不会有个心思要执意去念想你刚刚经历的梦中场景，比如上一刻还是课堂念书的场景，下一刻你就已经出离了。这就是于相而离相。在刚开始修行的时候，也许我们会借助某一种信仰、某一种智慧，或者某一门学说，又或是借由自心的探索，形成自己的一些见解智慧作为自己的指导。这是一个里程碑，是一种中转站。这代表着我们之前迷惑于世间种种相，比如说曾经迷惑于物质、情感、名利等等之中，而现在所有的迷惑集中在了一处，那便是心中唯一深信和向往的方向上。
我们就相当于用现在一念的向往呢，替换了曾经的万千向往，用现在的一念抵挡了曾经万千妄念，离开了曾经的万千种相。所以修行到了这一步，问题的关键就变成了能否把心中仅剩的这一个向往也放下，从而彻底做到离一切相。金刚经中说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虚妄的是心中的一切向往、探索与追求，不虚妄的只有心本身。就拿教导我们离一切相的经典来说，很多时候我们理解到的依旧是一种概念相、思维相、文字相。特别是当我们坚信不疑的时候，如果能再进一步，能够把这种坚信不疑的相看破，那么便是把那最后的一念执着也放下了。那么我们能体悟的真心，心灵广阔、无挂无碍的真相，也便会浮现。如此也便是做到了离一切相。那具体来说，应该怎么做到离一切相呢？我们首先需要明白，对我们迷惑最大的相，便是心中的念头之相。无论这一念承载的内容是什么，无论它承载的是向往、是智慧，还是世俗的牵绊与烦恼，如果我们陷入其中，都将会变成一种束缚。陷入其中，心中的向往与智慧就会变成心中的波澜起伏，变成生灭现象。牵绊与烦恼也将变得循环往复，因为我们终究是陷入了相的运转之中，犹如一叶障目，遮障了心灵广阔的真相。有一句话说，求上者得中，求中者得下。在修行中，上意味着寂静与寂灭。当我们对寂静有了体悟，有时却不一定能甘愿寂静，守住寂静。在寂静中，内心犹如被重启一般，有时会迸发出热爱与喜悦。如果我们守不住，热爱与喜悦又会演化为一时的智慧与见解，或是对某种目标的向往与实现。如此便是心逐渐落入了外道，心外求法，不断的向往驰骋和发散。唯有安守寂静，守住清净，心才可以不断回归自己的本质。这个守住寂静的过程，便是离一切相的过程。离一切相又分为见地和功夫两个方面。见地即是我们曾经深深体悟、印入内心的智慧。然而任何的见地，从另一个角度看，也只是一个里程碑、指路牌的作用。比如你心中某些深信不疑的教条，以及圣贤的教导与见解，这些的作用就好像给我们穿上了一双好鞋，让我们登上山顶，看见自心的真相。而看到自心的真相后，我们又往往发现，在祥和与无限之中，一切见地也是多余的。如此也便是佛家所谓的一忘如一。无论我们能否想起来曾经的智慧或经验，又或者是想不起来，心的本质其实都是一样的，真相也都是那一个，是那个能让想起和遗忘发生的地方。所以当见地越坚固的时候，反而是障碍束缚越大的时候。比如心中经常会被一些教条束缚着，我应该这么做，不能那么做，我的老师是这样说的，某位大德是那样说的。又或是我们经常会提醒自己，我要保持定静，我要容忍，我要保持觉知，我要实现某种状态，我要找到之前的那种心灵经验，我要摆脱此刻的烦恼和内在负面。我之前有个方法很管用，现在要用起来。在这样的时刻，我们仿佛正在为自己谋着出路，但其实内心已经深深陷入了相之中。然而即便如此，内心的真相却始终没有离开。这样的时刻，
也往往是我们实现顿悟的关键时刻。就好比我们用一个剑地抵御了曾经的万千妄念，现在能够把这一念空掉，便是功夫用到了实处。念念行空，念念看破，也便是真正的离一切相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也需要明白离此用即此用的道理。当我们想要离的时候，其实已经是一念之相，而让这一念发生的地方，便是寂静的心本身。所谓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心存在的清净本来，用语言说尽也不能表达，语言的道路延伸到这里就断了，心思的行为和考量到此处也便灭了。唯有我们在某一时刻亲身翻过这道分水岭，才可以体悟到烦恼障碍漏尽，又无比祥和的清净本来。然而，当我们真正体悟到了，其实依旧也没有实际可得。所谓无一法可得，即是当我们体悟到了那一刻本身是真的，但我们如果认为自己体悟到了什么，找到了什么，能够维护什么，便又落入了一念之相中。因此终究来说，明心见性其实并不难，难就难在保任。唯有念念离一切相，才是念念的见性，念念的保任，念念回到了心灵广阔无碍的真相。在这其中，也并不是说我们所见所闻所想与之前不一样了，变得更加殊胜、清净、美好了。所见所闻所想依旧与曾经一样，只是心能清净祥和地看着曾经一样的情景，看着曾经一样的念头。这就是看山还是山，看水还是水，其中只是心变得学会了歇息，变得不再多余造作，于是一切本自圆满。本质是心灵回到了祥和圆满的真相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